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混子频道，大家好，我是中田啊，我是你们的图哥啊。开始之前啊，讲个小八卦啊。你说，刚才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嘛，我出去买东西吃，然后你去吃买午餐啊，买了个沙拉的，然后碰到一个以前的同事，然后你知道他在哪儿做吗？旁边一个阿里样子。哇，大公司啊。对，阿里样子，知道做啥的吗？好像是做保险业务。对，然后他们那儿竟然现在在裁员，阿里样子都在裁员。对，在裁员。知道今年的效益确实是不咋地呀。对啊，在裁员，怎么个裁法呢？他们要把他们整个 IT 部门的人基本上全部搬到那个印度去，然后里面有20年的员工，可能20年的员工，20年包括20年以上的员工，可以拿到，就是自己愿意离开公司的话，这个叫做一个普朗索夏了，对吧？可以给到3年半的工资，然后你3年半的工资完了以后，你还可以每个月拿那个说嘛，还可以拿那个那个失业保险嘛。你这样就直接到退休了。反正是这个还是你等一下，我算算账。你工作，你比如说有一个人进公司是30岁，工作了30年，可以吧？可以。然后60岁再拿至少3年，63，再加2年的失业金，对，65，行了，可以了，也就现在可以退休了。对，好吧，这个厉害，这只是我们不是有一期讲那个退休的嘛，对吧？我们是讲的一期啥呀？就是讲的一期关于IBM 不是裁人的事情。然后，但是如果大家想听法国退休政策的话，我们可以搞下一期，另外一期。但是这一期我们要讲一个小八卦。然后大家知道，就是最近嘛，威尼斯的电影节刚刚落下帷幕嘛，9月7号，就是前天的事情。然后呢，在颁奖典礼的上面嘛，出了一个小插曲嘛，这个是法国的一个男演员，叫做万桑林东啊，我应该我的pronunciation是对的吧？好像是万桑林东，他其实已经拿过这边法国最高的 César， 就是他们的法国的那个电影节的影帝，然后他也好像已经拿过戛纳影帝啊，戛纳影帝也拿过了。然后这一次他又拿到了那个威尼斯金狮吧，这叫金狮影帝。然后呢，在颁奖，对啊，厉害，很3项影帝，对啊，3期，而且他已经65岁了哈，是个不折不扣的老人哈，是个老人。然后他拿到那个奖项的那天呢，就是那天颁奖典礼上呢，是章子怡给他颁的奖。章子怡，国际章，自从那个和汪峰离婚之后，正式以国际章的那个身份又走向了国际舞台。对，继续哥。对，然后中田呢把那个视频找到了一下，然后播给大家看一下。我做完这个视频，我是热血沸腾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视频啊，细想一下那个视频。好，大家看完了这个视频了吧？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哈？然后对，是有点不对劲哈。这个牵扯到法国礼仪，对吧？对。然后我们让图哥讲一下法国礼仪是。万桑呢，他去亲章子怡那个贴面礼嘛，就是左边一下，右边一下，或者是右边一下，左边一下，看是因人而异哈，看是怎么样。理论上哈是这样，就是你贴到那个脸上面，不熟的人贴到那个脸上面是贴到脸上，然后轻轻的这样嘬一声啊，也就是说，然后这边也是一样，这边来也是一声，对。不熟的人是脸颊碰一下，对，差不多。脸颊碰脸颊，这叫点到为止。然后熟人之间呢，有可能就是
一般是女生亲男生那个点上亲一下，就用嘴唇亲一下。然后弯上的那天呢，他第一下好像是贴面礼，然后第二下确实是用嘴很深深的把嘬了一下，章子怡给亲了一下。哇对，我就喜欢聊这八卦，知道吗？然后呢，就让人家看得很不舒服。另外呢，好像就是那个角度的问题，好像看见弯上的手好像也搭到了章子怡的那个背上面，让章子怡整个那个脸颊啊，就是大家看到视频了，有个很不自然、很尴尬的那个场景。对了，然后咱们中国人俗话说哈，中国人就是男不碰头，女不碰腰。对，这是两大忌讳哈。对，在社交礼仪的时候，也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两项，特别是中国女人。你看，我好多男明星和女明星进行那个合影的时候，发明了一个词叫虚浮，就这样。就这样，其实没有碰到。还有是虚搂。手是在这个地方，其实是没搂到，这是很注意的。还有那个抱女明星的时候是这样抱，是吧？对，就是拳头抱。对，全抱。因为大家都很注意这个，但是在国际场合上，然后好像就这样的这个礼仪啊，就是咱们就有的说到了，知道吗？就是有的人啊，就比如说弯上啊，一开始可能很激动吧，然后就是比如我得影帝了，第一个他觉得是贴脸颊不太好。然后后来觉得和章子怡可能关系好，要不他们熟，我不太清楚啊。不太清楚他俩的关系。我觉得估计也不会熟到哪里去，因为他毕竟弯上，他毕竟也基本上哈，以我的印象来说，他没有走向过国际，他一直是就是法语这个圈里，对法语电影圈里面，可能在加拿大或者是在法国或者旁边的瑞士、比利时特别有名，但是估计国际上面跟章子怡估计还是。交集不是很少，交集不太多。然后呢，我跟大家讲个故事吧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听一下图哥的故事。我以前呢是在里昂上的大学啊，里昂医大里面上的一个工科嘛，上的计算机嘛，跟中田一样。我那一次呢，就是我那一届哈，我们大课里面就不说了，我们也上小课估计那种练习课嘛，20-30个人，30个人。然后呢，多少个男生呢？28个男生，2个女生，2个法国女生。来，我插一句啊，这个学工科的男多女少，看来是个国际问题啊，不光是中国问题啊。继续个，2个女生。然后呢，有一天呢，其实哎呀，也不叫有一天哈，经常发生的事情。我们要教室那个钥匙只有老师有，然后呢，那天老师迟到了，然后男生先到了，那2个女生后到的。有20多个男生站在门口等老师，然后那个2个女生来了，然后2个女生来了，肯定就要表示一下，因为大家的同学嘛，哎呀，都熟了，都熟了嘛。2个同学，2个女生就开始轮流亲20多个男生，然后那个场景你知道吗？就怎么形容呢？到最后估计脸都青肿了。让我算一下啊，一共28个男生，然后一个人贴2次，然后就是哇，经过了一天已经经过了，已经过百了，112个，112下，就是那个大家想象那个场景哈。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，然后我就摄下来。这个真是就是此生第一次就是看到这样的场景吧。那个时候就是很惊讶嘛，就是很震撼。后来就慢慢的就习惯了。然后我们再说回章子怡这件事哈，就是怎么说呢？章子怡表现的非常优雅，大方，非常大方，到最后也是很优雅了，就是不失尴尬，然后而且还能维持自己那种肢体形态，给章子怡点赞啊。然后我们说一下那个贴面礼啊，法国贴面礼现在因为疫情之前啊很盛行，因为疫情的原因，大家都知道。疫情以前，如果你是个同事或者是已经认识的朋友，如果你不去贴面礼的话，人家就觉得你不礼貌，觉得你好像就是突然一下生疏人家了。然后而且就是熟了，刚才回到那个话题啊，熟人之间一般是女生亲男生的，绝对会用嘴唇亲到男生的哈。这个是。然后而且很熟的就是男性之间也会贴，对，而且还分贴2次和贴3次，有的是最多的贴6次对，4次6次都有，因为是好朋友嘛。
好长时间不见，然后就会贴脸颊，有的时候还会亲脸颊。对，男生跟男生之间也会亲哈，对，女生跟女生之间会亲，男生跟女生之间也会亲脸颊哈，就是用嘴唇去亲脸颊，但是这是关系特别密切的哈，对，特别密切的。然后不是这个密切啊，就是密切。消音。我们要注意我们的频道观察吧。然后因为是那个疫情之后嘛，因为政府说，然后太关系就是脸颊会有助于那个病毒扩散呀，然后现在是很少了嘛，一般都是开始dack一下就好了。男生女生之间都是dack一下，然后但是啊，我只能说是湾上可能是太激动了啊。再回到这个话题啊，就是湾上觉得很激动，而且得了3获影帝也不容易啊。对，65岁的老人65岁的老人，而且他觉得在这样的场合确实是应该表现出自己很亲密的一种状态，对，而且很随和，所以才造成了我们认为的有点失态的那种。对，有点失态。对，他第2下就是用嘴唇去亲吻了那个章子怡的脸颊嘛。这个我也是持跟中田一样持一个观点哈，他估计那个时候也是太激动，对，就是心里面就是那种激动那种高兴溢于言表，所以没办法，就是可能就是想表达一下。另外那个咸猪手哈，那个我没看到，我也没看到，镜头上没有啊。但是看章子怡的表情，可能是惊了一下，对，只是有点惊讶，对。但是你看旁边湾上的表情很平淡。湾上很平淡，对，所以他认为湾上会认为他做了一个很正规的一个操作，对。然后但是对章子怡来说可能有点惊讶的动作。但是章子怡已经是经历过很多的国际场面的人了，他也没有对这样一个动作，估计也不是太不应该做出那么大的反应。对，可能还是前面那个亲脸颊那个，还是在沉浸在前面那个亲脸颊那个镜头，对，那个镜头场景里还在一直轮换。对，是为什么我跟你不熟，你为什么第2下贴面礼的时候亲吻了我一下？可能对他的脑子里面还没有会过来，是的，还没有反应过来。我就觉得，不过还好啊，不过一切最后还是很好啊。对，2个人也是平静的就颁完奖嘛，然后微笑的也是合了影嘛，然后就是也想想，就是给大家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今天也是讲一下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异，特别是中国跟法国文化的嘛，礼仪方面的差异嘛。对，然后差不多吧，然后挺好的这样的。我觉得以后做脸颊啊，也是不熟的人啊，千万还是不要亲，知道吗？会让人认为，会让人觉得有点尴尬，知道吗？对。这个时候，你忽然想起，我又想起第一次来了啊！我给讲一个小笑话，也不算笑话，也是个小故事，也是小故事。就是我刚到法国啊，我一开始去的是图鲁兹啊，一开始去的图鲁兹那个城市啊，拿着吧啊，一开始去的是那个图鲁兹嘛，图鲁兹有个图鲁兹广场啊，非常大，那是9月份啊，在那边太阳比巴黎的太阳好。今天太阳特别冷。哎呀，今天哇，今天降温了哈，今天只有19度。然后其实没降温啊，昨天也只有19度。那时候太阳非常好嘛，然后大家就有就是2个女的在做一个游戏，什么游戏呢？就是蒙上眼睛，找一个陌生人进行逼乳。我第一次哈，10多年前了，15、16年了，10年还得往前09年了，我感觉15年啊，15年前。然后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让人逼乳啊，我只知道有个贴面礼啊，但是逼住就是贴面礼哈，我只知道有这个贴面礼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贴过嘛。那时候我是第一次来，我觉得很高兴啊，然后来，然后贴完之后，我整个人都，说实话哈，脸都红了，心花怒放，我觉得很高兴啊。但是后来我就习惯了，因为我发现啊，这个贴面礼啊。在法国就像我们在中国的握手一样简单一样。男的跟男的之间是会贴面的，女生跟女生之间也会，男生跟女生之间都会贴面礼。这个贴面礼就是熟了以后，大家基本上都是贴面礼。只是第一次我感觉到惊讶，后来我就慢慢的和同学啊，就是像图哥一样，虽然我们班的女生比他们比例要高一点啊，但是后来就慢慢熟了嘛，熟了从工作，然后贴面礼就慢慢的和熟人之间和同事之间，对，这个贴面礼这个东西就完全的融入到我们生活跟工作上面去了，学习、工作、生活上面，就是遇到法国人基本上全是，当然法国人碰到我们也是啊，就是完全就是贴面礼了。对，行，那我们
今天的节目可能今天就到此为止了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点赞加关注我们的频道，当然也感谢我们的粉丝哈，我们最近的粉丝也涨了一些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哈。谢谢。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这个频道有那么一点点的意思的话，请转发给周边的朋友们哈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